这小月虽然贵为公主，就嫁给已经战死的燕王世子，真可怜。她算哪门子的公主？她不过是个从小在道门长大的野丫头，还是个天煞孤星。我还听说先帝就是被她克死的啊！快走！天煞孤星配死人，简直是绝配！给天煞孤星送亲，晦气！不错不错，你的功力啊，已经超过为师了。师傅，你怎么来了？皇宫来信儿了。哎，你该回去了。这么多年，为师强行用7星续命灯帮你续命，可还是改变不了你早夭的命格。就在刚才，为师再一次帮你起了一卦，你的生路还在京城，所以非去不可。我生了你，现在是你报生恩的时候了。只要你代替三公主嫁给燕王世子，往后啊，你还是我女儿。我2岁的时候，你把我扔在道观里，不闻不问。现在写信给我说你病重，骗我回京，其实就是让我代替三公主嫁给已经战死的燕王世子。没错，你是天煞孤星，本就嫁不出去，能嫁给一个死人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亲缘淡薄，这一次带三公主出嫁，便还了云太妃的生恩。可她斩断母女之情后，我就找能改变我早夭命格的人续命，暂时就不用死了，也算应卦了。好，我嫁。公主啊，请注意你的仪态，进了皇宫你便是公主，不再是道观的山野丫头。这以后的一言一行代表着皇宫，容不得半点闪失。这燕王府的人到现在都没有过来接亲，8成是嫌弃你太过粗俗。嬷嬷，本宫今日便给你算一卦，你呀，今日必横死。公主啊，不要吓唬老奴啊！谁都知道你虽然在道观长大，却是个废物。公主，快盖上盖头！燕萧然代兄长迎亲来迟，还望公主见谅。无碍，迟了不要紧，人来了就行。你不是三公主，你是谁？三公主昨夜突然重病，由折月公主代驾。赐婚圣旨上写的是三公主，我带长兄前来迎亲，这时得先经过长兄同意。去准备香火纸钱，再去归元寺，请法师前来开坛做法。在长兄没有答应之前，我不能擅自将折月公主娶回家。三公子想见燕王世子，何必去归元寺那么麻烦？我现在就能够让三公子见到燕世子。大哥，
这是燕王世子残存的执念，你若上去抱他的话，他会消散的。你不是有问题要问他吗？赶紧问吧，他最多在这里只能待一盏茶的时间。麝月公主，光天化日之下，你和她同撑一把伞，成何体统？赶快把伞收了，坐回喜轿里去。你是什么东西，敢这样对公主说话？我可是代表。以下犯上者，死！哇，好凶啊！但是也好爽，我就说关嬷嬷今日必死，还不信。小哥哥长得那么好看，身材又那么好，既然这么难受，不如就从了我吧。妖女，你无耻，给我下这么下作的！你若敢碰我，来人，我必杀了你！看似简单，怒火在冲突，火色中脸谱，一副表情。是他，1年前我被人算计，阴差阳错睡了同样被算计的他，事了之后，他拎着刀满阵找我，要杀了我。他若知当初睡了他的人是我，哎呦，不怕不怕。那天我戴了面具，又吃了变身丸，他认不出我的。大哥，那天虎牢关外，到底发生了什么？父王和兄弟们到底是怎么死的？玉儿死，归来此，明月湾。什么意思啊？燕王府世代忠良，永不叛国。不得早死！大哥，大哥，你对我大哥做了什么？他执念太重，你若是刺激他的话，他会变成邪灵的。我为了压制住他的邪念，暂时送他离开。皇上有旨，为麝月公主和燕王世子赐婚。燕萧然的长兄，谢过皇上。皇上万福金安。公主，请上喜轿。我觉得这桩婚事是个阴谋，要不你还是抗旨吧。我们是否在哪儿见过？没有啊，我一直住在道观的，你肯定认错了，我绝对没有见过你。还以为被他认出来了，吓死我了。拜堂之后，我立即离开燕王府，去找为我续命之人。听说这新娘子长得大漂亮喜的日子，怎么还不来啊？燕王妃，皇帝赐婚这种大喜的日子，你这副模样是对皇上赐婚不满意，想抗旨吗？皇上赐婚是我燕王府的大喜事，这燕王府能得娶公主，这何府上下喜极而泣呀！皇上隆恩，欢喜是对的，喜极而泣倒不必要了。还请老太君跟王妃多笑一笑，免得让别人误会
燕王府不想娶公主。大人说的也是，还是老太君识大体。燕王府不过死了几个男人，你们这个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燕王府的人都死绝了呢。你哎呦，哇，来了，郎才女貌啊，真不错。来了来了。这不，三公子活得好好的嘛，这是多开心的事儿啊！云太妃特意交代，要好好为难燕王府这一家子，最好逼燕王府的人露出不满，然后借题发挥，让他们燕王府满门抄斩。吉时已到。等一下，不会误了拜堂吉时的。这新娘哎，子怎么这自己把自己盖头给掀了？就是啊。今日本宫大婚，大人是不是很高兴？这公主大婚，普天同庆，下官自是高兴。只是公主不该私自把盖头取下来，与理不合，还请公主尽快把盖头盖上。等办完这件事情，我自然会把盖头给盖回去。大人现在的笑容很好，大人要继续保持啊。是。况且，本宫现在还未拜堂，应该不算是燕王府的人吧？不算，拜完了堂才算是燕王府的人。那我做的事情跟燕王府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哎，没有。那就好。什么意思？他想干什么？可否借您拐杖一用？哎呦，哎呀！公主，你这是干什么？今日是本宫大喜的日子，你不仅呵斥本宫，还哭丧着个脸。怎么，你对皇上为本宫和燕王世子的赐婚不满意？难道想抗旨吗？没有，不敢。虽然我不想嫁燕王世子，但是燕王府满门忠烈，可容不得这些小人欺辱。哼，你笑的没有刚才好看，一看就不走心。还是说你表面上在笑，其实心里在骂我？哎呀，没有的事儿，下官非常开心。你只是流血了，但是并没有死。况且这鲜血与笑容最配了。来，笑开心一点，笑啊，快点！哼。公主今日打理不上收拾，会不会太冲动了一些？英烈之后，不该被小人折辱，否则阴魂难安。京中传闻，折月公主在道观长大，性情骄纵狠毒，不学无术。她看起来和传闻的不太一样。他看我了，他又看我了，他是不是认出我了？不行，我得赶紧离开燕王府。
萧然，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回祖母，我在向公主道谢。今日多谢公主为燕王府仗义直言，公主极有先帝当年风范，老身十分佩服。今日让公主这般嫁进燕王府，让公主受委屈了。祖母客气了，燕王府满门忠烈，我甚是敬佩。今日之事，只是从心罢了。燕王府此番战败，陛下震怒，满朝文武百官急着与燕王府撇清关系。公主一句从心，老身觉得十分难得。公主仁厚，燕王府不能当作理所应当。如今燕王府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不能连累公主。老身就代世子写下放弃书，公主收下，立刻离开燕王府。公主速离开燕王府，往后公主与燕王府没有任何关系。老太君，三公子，不好了！牛公公带着禁卫军包围了燕王府。萧儿，带公主立刻离开燕王府。公主，请随我来。公主爬上这座阁楼，下面有根铁索，公主用滑轮顺着铁索往外滑，就能离开王府了。我走了，他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有人想置燕王府于死地，就算公主在这儿，这次燕王府也是在劫难逃。公主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公主保重。哎，像燕王这样的败军之将，就该碎尸万段。他还涉嫌通敌，是罪人。来人，把燕王的尸体给咱家剁了喂狗。是。慢着。圣旨只说燕王战事失利，府内禁足，但没有问罪燕王府。牛公公如此行事，未免太过分了。燕王贻误战机，害死边关10万将士，他这样的人哪里配享用香火？本该碎尸万段。你若有人敢拦着，等同于谋反。动手！是。哎呦，谁敢？呀，燕三公子要造反，把他给我抓起来！哪个狗娘养的，敢打咱家？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辱骂先皇和皇上，当诛九族！哼，你是什么人？敢阻拦咱家办差？你是鹧鸪公主？跪下！
刚才牛公公说本宫是狗娘养的，你们可都听到了？听到了。我说是狗娘养的，那我娘就是狗，我娘是狗，我爹也是狗。如果我爹是狗的话，那他的亲兄弟也是狗。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辱骂当今皇上！洒家没有，还敢否认？你刚刚说的话，大家可都听到了，你可是抵赖不掉的。明日，本宫便进宫去找皇叔，好好说说他被人说是狗的事情。这是个误会。带着你的人，赶紧滚出燕王府，否则本宫要了你的脑袋。是。燕王府忠义无双，所以皇叔才会将本宫加入燕王府。若不是燕王府守卫边关，保护我朝，怕是鞑人早已破关南下。而等有如今的太平日子，那都是边关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欺负老弱妇孺算什么本事？若真有本事，就去战场上去砍鞑人的脑袋。牛公公，本宫免费为你算一卦，你今夜必死。这，呸！这次未能完成云太妃交代的任务。杀光燕王府，都快是哲月。属下听说哲月公主十分邪门，她今日为关嬷嬷算卦，说关嬷嬷会横死，关嬷嬷便死了。公公千万小心呀！谁不知道佘哲月只是个废物？那只是个巧合，咱家从来不信这些。公公！公主，你为何不走？我敬重燕王和众位公子，我相信他们是清白的，他们都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万不能被这些小人折辱。多谢公主。祖母客气了，我既已嫁进王府，那便是王府的人。如今家里有难，我怎么可能一个人独自逃走？就算要走，那也应该是在燕王府案子被查清楚之后。我乃是先帝之女，堂堂公主，我若是被通缉，那便是给我父皇蒙羞。公主真是像极了先帝，宽厚仁和，心有大义。只可惜世子他没有这个福气。先别说这些了，眼下我们需要抓紧想到应对之策。如今王府被围，证明王府危在旦夕。牛公公说王府有涉嫌通敌的罪证，但是他只是围着王府，并没有抓人，这就代表他的手里也没有王府通敌的罪证。依照以往的规矩，皇上肯定会派大理寺进府查案。大理寺寺卿韦应环刚正不阿，由他办案最能让人信服。韦应环刚正不阿，不会和他人同流合污，但若是想治燕王府的罪，通过他的手找到王府的罪证，那便是铁证。公主的意思是他们会栽赃？是。萧然，赶紧带人去王府搜查一遍。等一下，大理寺的人随时都会回来，王府那么大，难免会有疏漏。三公子，
你带人重点排查一下东南方向的宅院，尤其是跟水有关的位置。他喊我三公子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如此熟悉？他的眼神好吓人，会不会认出我呀？淡定，冷静。他认出我来了，肯定拿刀子砍我了。我的小命重要，这燕王府满门忠烈，我也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只能暂时留在燕王府。什么？燕王府没事，牛公公却死了？没用的东西！太妃息怒，就算牛公公没能杀了燕王府那些人，只要韦银环去了燕王府，他们就必死无疑。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太妃，早就准备好了。燕王府这次在劫难逃。都随本官进王府查案。燕王忠肝义胆，他战死沙场，乃是我朝的损失。他此番战死，太过蹊跷。本官奉旨查案，还请燕王府上下配合。燕王府光明坦荡，不怕查。韦大人请。要不要拿磨盘啊？把沙子磨碎了再找。好，不用。韦大人，什么都没有搜到。方才那里烧了什么？父王和兄弟们横死，牛公公又来府里喊打喊杀的，本公主便烧了一些之前手抄的道经给父王，一则是平他的怨气，二则是能够希望父王在天之灵保佑整个王府逢凶化吉。听闻公主在道门修炼多年，想必一定学了不少的道门秘术。敢问公主会看面相？当然会。从面相上看，韦大人家庭和睦，不过在娶亲之路上多有坎坷。若我没看错的话，韦大人至少应该说了7门亲事，可至今都没完婚。敢问公主，本官何时才能成婚？若是本公主没有算错，韦大人目前说的这门亲事，可能也会有所变化。这韦大人未来3年内，可能都成不了婚。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韦大人父母公会案，明日一早，你的母亲将有一个大捷。若是此时将消息送回去，让你母亲远离高处，应该会有所改变。我的母亲一大早根本不可能去往高处，公主，还是再去修炼几年，再给人算命吧。本官已查清，王府并没有什么不妥的东西。今日打扰了。韦大人，慢走。韦大人，遇事不决问鬼神，道门欢迎你。
幸好公主算出了栽赃之地，不然我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多谢公主。祖母，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这么客气？这折腾一夜，他们也不会来了。公主还是回房休息吧。妖孽，你敢对我动手动脚，我杀了你！出门在外别这么凶嘛，只有互帮互助，我们才能活下来。公主，你这是做什么？你别动，你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公主，青字咒是煞气的味道。这种咒术极为恶毒，这种咒术除了会窃取你的气运之外，还会要了你的命的。我就说嘛，你是福缘深厚之人，怎么会有短命之相？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倒霉，做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就连这个鸟从你头上飞过，也会往你头上拉屎。我真被人下咒了。下这种咒术的人啊，道术极为高明，只是下这种咒需要你的生辰八字。你好好想想，谁有这个动机跟能力？知道我生辰八字的都是我的至亲，他们不会害我。如今王府的煞气已经很重了，现在煞气都往你身上聚集，你身上的煞气已经那么浓了，很容易出事的。我先帮你化解一下。哎，公主，没事吧？当你的红线长至手腕时，就是你陨落之时，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让你的红线消失。所以我的红线只短了手腕一点点，这会儿明显比昨天还短。公主，你怎么这么看着我？你怎么样？需要请大夫吗？不用请大夫。不会这么巧吧？难道他就是为我续命的命定之人？难道他就是为我续命的命定之人？公主，你脸色很难看，真的不需要请大夫吗？不用了，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似乎靠近他，我手上的红线就会变短。我的个亲娘啊！如果续命的方式是和他抱在一起，或更亲密的动作，那完了。他身上的味道好熟悉，我在哪里闻过？韦大人想要查什么，燕王府必定配合。韦某此行不为查案，是为私事而来。敢问公主何在？韦大人这是做什么？多谢公主救我母亲性命，在下特地前来道谢。
仙！哎呀，小事一桩，韦大人不必多礼。若非公主昨夜提醒，我今晨必发现不了我母亲登高之时，她摔倒便无人相助。此事对公主是小事，对我却是大事。此等大恩，韦某必报。我不需要韦大人报恩，我只需要韦大人能够公正地查清燕王战败案，还燕王和永安居亡灵一个清白。此乃分内之事，皇上对燕王战败十分不满，朝中有人意图从中生事，在案子没查清楚之前，燕王府还要多加小心。多谢韦大人告知。大家是奉云太妃之命来前哲月公主进宫，闲杂人等速速避让，来人去把哲月公主请出来。跪下！敢问云太妃，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让我跪下？我是你母亲，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现在我让你跪下，你若不跪，便是忤逆。云太妃是不是忘了，当时你让我替三公主带嫁进燕王府，那时你可曾说过，就当时我还了你生我之恩，所以从那刻起，你我亲情线已断，你不再是我的母亲。你是我生的，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哼！来人，张嘴，好好教教哲月公主说话。是。住手！徐哲月，你连我身边的人都敢打，你好大的胆子！御赐金牌在手，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别说是他这种以下犯上的奴才，就算是你，我也打的。你疯了！我是你母亲！哼！云太妃还是不要侮辱母亲这个词了。谁家母亲会对刚刚出生的女儿想尽办法的置她于死地？也没有谁家母亲会对2岁的女儿下毒，扔她进道观。更没有谁家母亲会对刚刚出生的女儿扔进道观15年来不闻不问，却写信骗她回来待嫁，亲手把她送上死路。你是天煞孤星的命格，差点把我给克死，把你送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是不是当全天下都蠢，就你自己聪明啊？这种话怕是你自己说出来都不信。哼！你是我女儿，我自然是疼你的。这是我让御膳房特地做了你小时候最爱喝的鸡汤，来，过来尝一尝。你就是这么疼我的？你就是这么疼我的？御膳房好大的胆子，竟然给哲月公主下毒！来人，把御膳房做鸡汤的厨子拉出去杖毙！行了，别演了。我知道，你找我来，无非就是想要了解燕王府的情况。我也不妨明着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允许燕王府出事。你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皇上命奴婢请哲月公主过去。一会儿到了皇上那儿，可不要乱说话，莫要丢了你父皇的脸面。
太妃放心，就算是你丢了父皇的脸面，我也不会丢。劳请姑姑带路。瞧到没有，好大的胆子，居然骑到我的头上！杨娘们气坏了身子，眼下她嫁进燕王府，十死无生。就算她昨夜逃过了一劫，后面也逃不过。哥哥想要整个燕王府的气宇，只有燕王府所有人全部死绝，再以皇族的血脉为因，效果才好。不管用什么法子，不能让逝者也活下。折月参见皇叔。起吧。父皇去世后，皇叔登基，云妃变为云太妃，却一直住在宫里。传闻这云太妃原本和皇叔两情相悦，是父皇横刀夺爱。唉，真正的三角恋呢？也不知父皇的死和皇叔有没有关系。还有这一次燕王府的事，不知道皇叔有没有参与。从皇叔的面相来看，他既重情重义，又薄情寡义，山根悠长，又隐隐透着黑气。哎，这周气除了护体的龙气外，还迎着一层黑气，好奇怪。看够了吗？看够了吗？没有。父皇去得早，我也不太记得了。他们都说皇叔与父皇长得相像，我便想多看看。朕和皇兄，一个长得像母后，一个长得像父皇，并不是很像。倒是你和皇兄有几分相似，尤其是那双眼睛，像极了皇兄。你可真是够胡闹！好端端的要替三公主嫁入燕王府，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朕逼迫你这么做的。我之前怀疑待嫁之事是昭明帝的手笔，是他忌惮我是父皇唯一的女儿，要借燕王府的事将我一并杀了。现在看来并不是，我再试探一下。皇叔，那我现在退婚还来得及吗？胡闹！你当这婚姻大事是儿戏吗？皇叔，可是我在嫁进燕王府之前，也没有人告诉我，这燕王府有可能被抄家问斩啊。我若是死了，那些大臣们肯定会认为是皇叔轮不得先帝的女儿，故意逼我嫁进燕王府，再想方设法弄死我。简直是一派胡言！朕若想杀你啊，你的坟头草早就1丈多高了。侦查燕王府，那是因为燕王战死的事有问题，和你无关。可是我嫁进燕王府之后，先是崔尚书辱骂我，后是牛公公要打我。他们都说燕王府必覆灭，我必死。燕王府发生的事儿，朕都知道了。你做得很好，没有失了一国公主的风度。往后谁要是敢对你不敬，你就告诉朕，朕剁了他的脑袋。朕答应你，不管燕王府有没有罪，都不会牵连你。多谢皇叔，我在入京之前用道术给我朝望过气，我朝在皇叔的治理下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想必皇叔是那名垂千古的旷世明君。马屁精，归安吧。加入燕王府的事情，他似乎并不赞成，这也意味着他并不想杀我，一切都是云太妃的主意。可是云太妃就是再讨厌我，她也是我的生女，不会无缘无故的
把事情做得这么绝。神煞之气，有人要以整个燕王府为祭。公主，你没事吧？我没事。这荷包怎么和在欢乐镇的妖女荷包一模一样？我睡他的时候，身上好像带了这个荷包。完了完了，他是不是认出我了？敢问公主，这个荷包哪来的？是道观发的。道观发的？对，我们道观每年都会给善信发一些物品。这个是3年前道观发的，我当时见这个荷包模样别致，就找大师傅要了一个。这荷包有什么问题吗？这公主身上的味道和那妖女很像，还有和妖女同样的荷包，太巧了。三弟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没什么，只是觉得这个荷包的样式比较独特罢了。曾经我也在一个很独特的人身上看见过。是吗？那这也太巧了。不知那人是谁？那个人若是再让我遇见他，我定剁了他。道观发这么精致的荷包，应该都会登记在册的，不知可否借那个册子一阅？这是道观庆典时做的，见人就发。没有造册。是吗？对，我进宫，祖母颇为担忧，我先去报个平安。完了完了，他真的起义了，怎么办？派人设法离开王府，去边关查一下封王的路。回来时去一下公主待过的道观，查一下是否发过这种同样的荷包。还有，查一下1年前公主是否去过欢乐镇。是。公主，如果那妖女真的是你的话，我该怎么办？今日我进宫见过皇叔，发现我代替三公主嫁给燕王府的事情与她无关，是云太妃的意思。这就说明皇叔并不想杀我。只要皇叔不想杀我，那他对燕王府就不会有必杀之心。这就说明燕王府还能觅一条活路。公主说的有道理。话虽如此，但父王战败，皇上震怒，这件事不可能轻易结果。就算皇上对王府没有必杀之心，但他只要对王府心存不满，就会有人替他来灭王府。父王书房的信便是例子。也是，这云太妃好像对燕王府存有敌意。燕王府之前是得罪过云太妃吗？云太妃的身后是宁国公府，宁国公和父王政见不同，势如水火，只怕要灭燕王府的是宁国公府。宁国公府，下次找机会会会他们。眼下皇上围了燕王府，我们根本出不去呀。对，困在王府十分被动，我们得想办法将王府解封。想要王府解封，那就要弄一点动静出来。他们当时往燕王府栽赃没有成功，三弟又将王府守得严实，没有栽赃的机会，那便给他们一个栽赃的机会。这个机会怎么给？我来给。大人的母亲早上才失足，大人还是早些下旨回去陪她吧。
皇上把查燕王府的案子交给大理寺来查，此事牵扯甚广，本官当立即查清，给死去的5万勇安军一个公道。不管燕王是否贻误战机，5万勇安军战死已是事实，本官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啊！燕王是我朝的战神，不说从无败绩，却从未这般惨败过。下官心里有很多疑惑。原本燕王府所有成年男子都应该出征，只有3公子燕萧然在出征时突发重疾，无法出征，导致他成了燕王府唯一一个活着的男丁。这未免有些太巧了。哎，大人，你看这个，如此卷宗记录属实，那他们必然不会放过燕王府。你留下来整理卷宗，本官亲自去燕王府会会他们。我什么时候能娶到媳妇儿啊？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啊？张寡妇、相公什么时候回来？你和张寡妇有一腿吧？这种偷人的事情，我可不算。韦大人，算卦吗？不灵不要钱。公主这是在做什么？如韦大人所见，我正在给人算卦。这如今王府被围，没了进项，我呢挣点饭钱。若是韦大人想要算卦的话，看在咱们是老熟人的份上，我可以给你打8折。本官听闻关嬷嬷和牛公公死之前，公主都给算了，我可不敢让公主算。啊！不算了，我们不算了。来人，抓住他！围住！都给我让开，把刀放下！放了他！放我出去，我就放了他。你是何人？为何擅闯燕王府？我数3个数，都给我让开，否则给他收尸。1，你们都快让他走，我可不想死。2，竟敢挟持本姑奶奶，我让你挟持！我猜的没错，他牙里有毒，他就是个死士。韦大人，你在京中认识的人多，要不你看看，可认得他？燕王府防守严密，主人让我来查看情况，我什么都没做就被抓了。那封书信不是我的，他们在栽赃。这信上写的什么啊？3公子是如何发现黑人的？王府如今是多事之秋，我怕别有用心之人闯进王府生事，便安排了侍卫巡逻。是侍卫发现他，发现他时，他正准备前往我父王生前的书房。这封信可有什么问题？这是污蔑和造谣，他根本就不是燕王府的人。本官知道，本官会把此人押入大理寺彻查。还请韦大人查明真相，还燕王府一个清白。来人！这个狗刺客挟持我当人质也就算了，居然还把刀架在我脖子上，还把我割伤了。
我就只打掉他一颗牙，真是便宜他了。公主回房上药吧。好像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了？我体质特殊，一流血就会晕倒。3点，我要是摔倒了，你会扶着我吗？啊。我要是摔倒了，你会扶我吗？啊！公主，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虽然祖母给了公主放弃术，不是世子妃，但是男女有别，我这么抱着她，有损她的清誉。这我们更不能碰公主啊！还是三公子送公主回房吧。我去请大夫。哎，你们！哎呀！这公主这是怎么了？我也不清楚，她突然就晕倒了。我们无诏不能出府，没办法替公主请大夫。你赶紧把公主送到她的房间，碎碎一直学医，让她过来给公主看看。是。这公主怎么样了？好奇怪，公主明明有呼吸，但是我把不到她的脉。小儿，你拿着我的牌子去给公主请大夫。是。快去。等一下，祖母不必担心，我这病寻常大夫治不了，睡一觉就好了。啊，那公主你就好好休息。我留下来照顾公主。嗯。哲月，哲月，醒醒醒醒，别睡了！醒个屁呀！这么难受，死了算了。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听你三师傅说，那个男人就只睡了一次。哎，那么极品的美男子就睡了一次，你甘心吗？听师傅话，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往后，无论你需要什么样的美男子，师傅们都帮你绑回来。对啊，为了美男子，我得活着。哎，这就对了嘛。美男。公主，公主可以把手松开了吗？公主别误会，昨夜公主发高烧，又不让人去给你请大夫，碎碎太累了，便换我来照顾你。可是我不想睡美男。这样下去不行，哥，我得再回去翻翻医书，你照顾一下公主。别，公主。公主，公主，我发高烧了。对，公主还不知道，你已经睡了2天2夜了。这么久？敢问公主，有几位师傅？9个。啊，好在只有9个。什么叫好在只有9个？昨夜公主在梦里骂一个师傅骂了2个时辰，这9个就是18个时辰。这要是再多一些的话，公主醒来
这嗓子怕是废了。我昏睡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如果说了我和他的事，那就完蛋了。不行不行，我得试探一下。那，你还听到我骂他们什么别的话了吗？我过来的时候，听见公主在骂你的三师父，说他是个长舌妇，平时就爱造你的谣。其实啊，他才是最不正经的那个，没事儿总爱偷看女子洗澡。好了，这个事情你就当没听过。公主所在的道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道观？怎么你的师父听起来都不太正经？那是他们不正经，我可正经着呢。那你还有听到什么别的吗？公主是觉得有什么骂师父的话，我是不能听的吗？能听，没有什么不能听的，你都能听。只是这事关道门清誉，还请三弟替我保密。好。我不想去欢乐镇，我只想活着。但是我不想睡眠。那个美男好凶啊，他居然提着剑满镇子找我。完了，我又看到了，我要。公主，你醒了，你已经昏睡很久了，我们都为你担心。皇上知道你病了，就立马差太医过来。燕王府的人都出不了大门，祖母能为我请来太医，必定是费了极大的力气。都怪我不好，让祖母担心了。我2岁的时候生过一场重病，是我师父强行留我在这杨氏，所以我的身体很弱，几乎把不到什么脉搏。我能够活到现在，全靠道祖保佑，可是却依旧活不过18岁的生辰。我这病原本就是药石无益，只是辛苦张院正，今日白跑这一趟了。是老夫无能，公主千万要保重身体呀。张太医，请。公主，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师父说我是道门千年一遇的天才，是天才就会5弊3缺。我犯的是孤寡和早夭，我的命无人能救，只有燕萧然能为我续命。只是我和燕萧然如今的身份如此尴尬，这事儿还是不要让祖母知道，免得她担心。我那是骗她的，我说我身体越差，皇叔才会越放心。太医之所以把不到我的脉搏，那是因为我的脉搏长得与常人位置不一样。那就好。祖母担心公主一夜未睡，现在公主醒了，祖母先回去休息吧。那我回了。方才公主对祖母说的那些话，是骗她的吧？我听说道门的天才，大多都有5弊3缺。公主相面之术神乎其技，还会算卦，又能招来执念。我虽不懂道门衡量天才的标准，却也相信，如公主这般，便是天才。所以，我想请问公主，公主的5弊3缺占了哪些？看来我猜对了，那我再猜一下，
公主的5弊3缺里有早夭吧？你不改行去算命，简直是浪费了。公主手臂上有一条红线，这几日没事就看一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条红线就是监测公主性命的线吧？三弟，你听我说，你要是改行入道门，一定会更有前途的。你这是做什么？公主大恩，燕某铭记于心。日后公主若有差遣，燕某定义不容辞。虽然她大概就是那日睡了我的妖女，但那是她为了续命迫不得已的行为。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抓着不放。好说好说。看来我昏迷的时候没有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要不然他这会儿必定已经弄死我了。谢天谢地。韦大人，韦大人可是从刺客嘴里审问出什么了？前几日抓的黑衣人，在回大理寺的路上被杀了。杀人灭口，他们可真够狠的。本官虽然没能在刺客嘴里问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本官把那封信交于皇上之后，皇上觉得是有人存心嫁祸给燕王府，所以皇上除了让大理寺继续查燕王府的案子之外，也减了对燕王府的进度。燕王和公子可以发丧了。皇叔英明。无非，怎么了？丈夫太过分了，竟在这个时候提出和你退婚。燕萧然居然和人定亲了。母妃别生气了，王府如今这光景，赵小姐想退婚，再正常不过。反正早晚都要退婚，现在把婚退了也挺好。你和赵小姐的婚事是你父王在世时定下的，当初是赵老爷想方设法才求的，如今退婚简直就是没良心。赵府的确没良心，但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看见他们的品性也好。公主说的对，您的身体不好，先回房休息吧。三弟喜欢赵小姐。婚姻大事从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连赵小姐长什么样都快记不清。公主若没别的事，我先去准备明日父王和兄长们出殡的事。等一下，如今燕府顺利解禁，肯定会让很多人心生不快。明日燕王出殡，一定不会太顺利。我先算算。这也能算？道门有云，万事皆可算。看这卦象是履卦，如履虎尾之象，险中求胜，有点意思。怎么解？我与你说正经事，你的脸怎么红成这样？你靠我那么近，气息全奔我耳朵和脖梗里了，我怎么可能不脸红？是天有点热。燕王兄，一路走好。
多谢苏相。王妃，请节哀。奇观，燕王战士失利，害死5万永宁军，是我朝的罪人，他不配发丧，不配入土为安。今日我变，今日我变。饶我父王英灵者，休怪我不客气。燕王品德败坏，罪该万死。今日纵然不能将他碎尸万段，我也要与燕王府退婚。燕王见我女儿诗婉貌美，就强行为她与燕萧然定下婚事，简直就是无耻至极。我在这里宣布，我赵府从今往后与燕王府再无关系。胡说八道！哼，明明是你非要和燕王府结亲的，眼下燕王府出了事，你要退婚也就罢了，这般口出恶言，实在是无耻！你少在这颠倒黑白！燕王若不是丧尽天良，又岂会死无全尸？你是谁？岂敢打我？我是先帝之女施哲月，人称哲月公主。赵大人，你往身后看看。哼！燕王！当着我父王的面，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我错了，我方才都是胡说八道，你不要跟我一般计较。我现在就走。赵大人，这举头3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坏事做尽，小心遭报应的。是。蠢货！没耽误时间，现在出发吧。你方才招来了父王的执念？当然不是，这种小人不配见燕王。我只是给他贴了置换的符，这符可能持续好几天呢。他最近天天都能见到燕王。公主厉害，雕虫小技。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一定要让燕王入土为安。今日燕王出殡，我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只要燕王的送葬队伍从春营大街过，他们就会先被人用烂菜叶子和臭鸡蛋给绊住，然后两人起了矛盾，他们冲进去推到抬棺上，到时候燕府的人必定会全力护着，我们后面的人就会冲过来，拿刀捅死燕萧然和施哲月。他们以为燕王府解封就万事大吉，好事不过才刚刚开始。停！这样行吗？男子不能说自己不行，女子也一样，你信我就是了。哼！走。本乡听说，在春营街来了不少闹事的地痞流氓，来人，是给本乡统统抓起来。他们手里有刀，大家小心。是。
我没有燕王府的出殡路线图，奴婢不止在春迎大街设有埋伏，就算他们躲得开春迎大街的埋伏，也一定躲不开其他地方的埋伏。做得不错，赏。哎呀！别动！走，快点！你今日制定一张明日燕王出殡的路线图，让他们提前做布置。等我们明日出门之后，就绕过那些地方。与此同时，你再找一个信得过的长辈，让他带兵去抓那些埋伏的人，吸引他们的注意，无暇顾及我们。好。父皇，各位兄弟，我一定会查明这次战事的真相，还大家一个清白。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有正义和公道的，若没有，那便由我向老天讨要。有刺客，保护公主！今日我要让你们燕王府的人死绝！敢动我燕王府的人，先过问我手里的刀。一会儿找机会，你们赶紧逃走。不用，今日来的这些人，一个都别想跑。杀了他们！是。这是怎么回事？当我们的雕虫小技罢了。师叔用掌门令召我前来，不知有什么吩咐？立即将这些符按照降魔咒的方式，埋在燕王墓地的周围。好。你没事吧？人死时，身上会自动散发出杀气和怨念。我上次费了很大力气，为燕萧然驱除煞气，只是治病。想要治本，还是要解掉他身上的咒术才行，否则他身体就会自动吸收天地之间的煞气。他身上的煞气比在燕王墓的时候更重了。我这若不帮他驱煞，他可能就撑不了多久了。但若帮他驱煞，我的身体可能就支撑不住了。唉，只能靠在他的怀里，一边续命，一边驱煞。但他中途若是醒了，估计会一巴掌打死我，这怎么办？哎呀，不管了，他要是死了，我也得死。先试一下，万一他要是没醒，就是我赚的。哼。
公主在我房间做什么？我这是在救你啊。你能不能把我往旁边挪一挪？不用费你太大力气，辛苦了。你就不能动？我刚刚为了帮你驱逐煞气，耗尽了全身的力气，现在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你就把我往旁边的凳子上一放，让我缓缓就行。公主，请自重。自重什么？要不是因为你，我能变成这样吗？你不懂得知恩图报也就算了，还推我。多谢公主相救，但是还请公主下次在救我之前，跟我保持适当的距离。那还不是因为你？谁让你的体质这么特殊，一下就把我吸干了。你怎么一点怜香惜玉都不懂啊？像你这样，一辈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三哥，你睡了吗？你的药煎好了，我给你端进来了。若是让翠翠发现我们这般衣衫不整的在一起，这不就完了吗？三哥，该喝药了。三哥的身体一向很好，这一次父王出殡后你却病了，你可得要好好照顾好自己。放心吧，这次是意外。我再替你把把脉。三哥的脉比下午的时候好多了，看来是这药起效了，我的医术比之前更好了。我刚躺下去的时候，还觉得全身冰冷刺骨，十分难受。现在全身都很蜷缩，和公主上次为我驱完时的感觉一样。看来我这一次不是生病，而是身上的煞气太重。是啊，翠翠很厉害，我没事了。时候不早了，你回房休息吧。今日多谢公主。你要是真的想谢我，那就跟我睡一晚。公主请自重。你误会了，此睡非彼睡。哪个睡都不行。不早了，公主请回吧。你就是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的？我今晚还就不走了。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喊非礼。得罪了。谁许你走了？现在可是我的房间，你要是再敢动手，我就叫人。看祖母是信你，还是信我？你。云作一场花易容，春风不语是为谁停留。我全身这经络异于常人，平常这点穴对我可没用。反正
今日之事已经变成这样了，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哼！真不知拿你怎么办。只要这个时候我不醒，尴尬的就是他。昨天晚上还凶得要死，今天早上表现的还不错嘛。看样子他应该不会再拿刀来捅我了吧？完全确定了，他就是能够帮我续命的命定之人。那看来我得赶紧想办法帮他减咒。公主对燕王府的大恩，燕王府无以为报。如今，燕王和世子已经下葬，燕王府暂时安全，可我们不能拖累公主。若没有其他事情，公主就尽快离开燕王府。往后若燕王府不灭，公主有用得着燕王府的地方，就尽管开口。我上次与太医说的话，想必祖母也都还记得。实不相瞒，我确实活不过18岁。祖母，这件事情自我入道观时便是知晓的，但是并不是没有转机。我师父给我算了一卦，说这转机就在燕王府，所以我想留在燕王府，还请祖母不要赶我走。不敢，这样的话，公主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老太君，三公子的未婚妻赵诗婉、赵姑娘求见。我们不是已经同意退婚了吗？她来做什么呀？赵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小女子是来替父亲请罪的。燕王出殡时，他还跑来提退婚之事，实是不妥。赵大人做事虽过，可以理解，姑娘不必担心。至于退婚之事，过2日，老身带人去操办，不会为难姑娘的。我今日不是来提退婚之事，而是来商议与三公子后续的婚事。敢问这事儿是赵姑娘的意思，还是赵大人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但父亲他并不同意。但是我意已决，此生非三公子不嫁。好姑娘，你若嫁进燕王府，我一定让萧儿好好待你。赵姑娘行事与令尊不同，着实让人敬佩。公主过奖了，我只是童心罢了。萧儿要守孝，你们若是要成亲，至少得等3年。而女儿家的青春本就短，让你再等3年。别说是3年，就算是30年，我也愿意。赵姑娘对三弟的感情实在是情深意重，佩服。那今日就不打扰王妃和老太君了，我就先回府了。赵姑娘慢走。
这可是在燕王府门口，你别这样。正因为是在燕王府门口，我才这样。我的女人跑去和燕萧然谈婚论嫁，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吃错了。哎呀，一个将死之人的醋有什么好吃的？而且我做这么多，不都是为了你吗？等我把他的气运转到你身上，他就没有活的价值了。到时候，我随时要了他的命。谁能想到，这京城第一大才女，饱读诗书，端庄秀丽，竟然生出这么恶毒的心肠。那你喜欢吗？我喜欢，我就喜欢你这样干练狠毒的心肠，我喜欢的不得了。真是歹竹出好笋，赵渔村那么个不着调的人，竟然能生出这么一个明事懂礼的女儿。等她嫁进燕王府，我一定让香儿好好待她。这件事等等再说，就算他们成亲，也要等3年之后。这期间有什么变故，谁也不知。母亲也看到了，她对萧儿一往情深，他们成婚之后，一定夫妻恩爱，很快就能为燕王府开枝散叶。公主，你怎么看赵诗婉？赵姑娘今日的话语和行为都堪当是情深意重，若她真如她所说那般对三弟的话，倒是三弟的福气了。公主不喜欢赵诗婉。没什么不能说的，在老身面前，公主你尽管直言。没有不喜欢，只是方才被他相了面，发现他已经红鸾心动，姻缘也早已定下，这1年之内必定会成亲。公主是不是看错了？萧儿3年内都不能成婚，她1年内就能成婚，她跟谁成婚啊？这相面也不一定相得准，时间会证明一切。公子，您让我调查的那些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王爷和各位公子战死之事，果然有蹊跷。在他们战死之前，永安军内中突然断了粮，王爷发现不对之时，便立刻写信给了朝廷，申请运粮。可是这粮草却是久等未至，所以王爷只能杀鞑靼人抢粮。由于粮草不足，王爷知晓必须要速战速决，于是就联系了附近的几支军队，想要一起围剿鞑靼人。可是围剿之时，那些军队却是一支都没有出现，所以才导致王爷和各位公子战死在沙场之上。粮草未至，援军未到，此事太过蹊跷，绝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只怕是一场阴谋。有人要制服我，和燕王府于死地。公子，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先暗中调查，我去找苏夏，请他帮忙。是。对了，公子，道观的事情我也调查清楚了，道观从未给善信们发过您所描述过的那种图案的香包。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是。果然，在欢乐镇睡了我的那个人，就是公主。今日给赵诗婉相面，耗费了不少道法，红线变长，我的寿命剩的不多了，
我得想办法靠近叶萧然。按他平时的习惯，这会儿应该在书房。我先去他床上躺着，等他过来的时候，就直接抱着他不撒手。公主，大半夜到我房间做什么？还没到子时，不算半夜。公子，你要的书，属下给你找到了，现在就给你送进来。房间灯怎么灭了？公子，属下这就去给你点灯。不要了。啊，东西放桌子上，时候不早了，一起回房休息。公子平时都要看书到此时，今天怎么睡得这么早？是。欢乐镇，巡逻街头，月来客栈的那个人，是公主吗？被发现了，怎么办？怎么办？别慌，只要我不承认，那个人就不可能是我。什么欢乐镇？没听说过。若是公主记不起来了，那我来帮你好好回忆一下。我头好晕啊，我快要晕倒了。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起自重。方才你不是问我来干什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从哪儿来的？这是赵小姐去庙里给我求的平安牌，母妃说不能辜负她一片心意，我便将它放在枕头下。这牌子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着呢。这是怎么回事？既然落到我手里，那就别想跑。公主，你没事吧？今天可是亏大发了，怎么着也得回个本吧？回本？回什么本？既然你已经猜出了欢乐镇的事情，那就快躺下，不许动，乖乖让我亲。小姐，你怎么了？我给叶萧然下了咒法的符，这命牌破了，我这是被发誓了。那现在该怎么办？立即去通知二公子过来。是。命牌上的阵法为高人所设，十分精妙。这叶萧然是从哪里找的这破阵高手？不行，我们的计划绝不能被他给破坏，他必须得死。
这命牌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毁掉？这命牌毁了，我还怎么夺燕萧然的契约？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待我明日再去燕王府一趟，一则探查情况，二则再找机会给燕萧然下咒。人家今日都受伤了，二公子一来就知道责备人家，都不心疼人家。哎，这哪里的话？我要是不心疼你，怎么这么大老远的着急忙慌的赶过来？等我把燕萧然的契约全部吸收殆尽，我就娶你为妻。待我明日把燕萧然的全部气运转移到你身上，我们早些成亲。好。我昨夜是在燕萧然房间睡着的，醒来却在自己的房间，八成是他偷偷把我送回来的。红线短了这么多，看来昨夜我和他睡了一整夜。我没有打扰公主休息吧？不知母妃找我什么事啊？今日一早，赵府送来了帖子，说他在相国寺约了场法会，为王爷和几位公子做场法事。赵小姐来请是她的一番好意，只是她终究未和萧儿成亲，这场法事由她一人来做，不太合适。公主是燕王府的长媳，我想请公主一同前往，不知公主是否愿意？好，我陪母妃一起去。赵诗婉心术不正，昨夜我才毁了他给燕萧然的牌子，他今日就约做法会，只怕会有阴谋，我倒要去看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母妃，今日萧然无事，我让他送我们过去。虽然他还在守孝，不能成亲，但他和赵小姐是未婚夫妻，多见见也是好的。还是母妃考虑周全。昨日我毁了那玉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我应该有什么感觉？那玉牌十分邪恶，我也多少受了些影响。若是做了什么失礼的事情，还请三弟见谅。见谅不了。我觉得你是可以见谅的，毕竟以后也不会再有煞气往你身上聚集，你也不会再发生倒霉的事情。按道理来说，你还应该感谢我呢。是，我得好好谢谢公主。今日我和方丈已经约好了时间，待法事结束后，就将我亲手叠的元宝烧给王爷和公子们。昨夜我家小姐为叠这些金元宝，一整夜没睡呢。多嘴，
这本来啊就是我应该做的。希儿能有你这么个未婚妻，是他的福气。早就听闻公主自小在道门长大，此时来到这佛寺，是否有问题？我只是寄养在道观，不是女官，所以没有冲突。听闻公主算命极准，可否替我算一卦？赵小姐还是不要找我算卦的好。我这个人啊，算卦毒得很，算一个死一个。公主这是在说笑。我没有说笑。观赵小姐的面相，今日必死。你公主休要胡说八道。佛门清净地，赵小姐又岂会有事？再则今日还有萧然保护她，断不会让她有事。王妃莫生气，公主只是在说笑罢了。若今日我出现意外的话，你会保护我吗？赵小姐今日是为父王做法事，若你不做伤天害理之事，我自会保护你。逝者月是唯一的变数，看来要杀燕萧然，得先除去逝者月。今天的法事做得非常顺利，再从相国寺后的往生泉打了清水，给王爷和众公子擦洗牌位，一定啊可护他们往生，而且还能庇护其家人呢。穿过这片竹林就是往生泉了，我们赶快走吧。等一下，护好手里的烛火。方丈说烛火十分重要，若是灭了，恐会招来不好的东西。三公子救我！这个夺魂阵是你布下的，这里没有外人，你就不用装了。你竟然有驱邪的烈火符，是你破了我给燕萧然的命牌。是啊，你能够猜出来，说明你还不算太蠢。你送我能夺我气运的命牌，你爹在我父王出殡时大闹，我父王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是啊，当然跟我有关系。若不是我对你动了手脚，你在燕王出征时怎么会患上重病呢？若你不患上重病，你跟着出征时早就死了呀。你应该感激我才是，不然你能活到现在吗？你让他活着，就是为了能够吸走他的气运，好将这个气运转给别人。等你们吸干了他气运之后，就会立刻杀了他。居然被你给发现了。不过没关系，今日你都得死。快点，小心！寒冰符，你怎么有这么多符？当然都是我自己画的，我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符，你要不要都感受一下？你是这月，我要杀了你！赵小姐，你可别把我跟你想的一样坏，我平时可是很善良的，我连鸡都不敢杀，怎么可能会杀人呢？我等一下，他可能知道燕王被杀。算了，
哼。今日赵诗婉肯定会动手的，他会使一些阴险的手段。这张符你拿着，要是遇到危险，就把这个符贴在他身上。好，这是雷符。这不仅仅是雷符，还是最厉害的五雷符。我让你在最危险的时候防身用的，居然就这么给用了。你知不知道这道符在道门炒的有多贵？一符1000金啊！那你给我这符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他这么厉害啊？哼，我奶奶现在靠着你续命，赵诗婉又那么邪门，自然要给你最厉害防身用的符，也不知道你这么浪费。你嘀咕什么呢？我说你真帅，你是我见过最帅的男人。糟了，赵诗婉一死，这法就破了。现在这里死了那么多人，官差来了没有办法解释啊，想走都来不及。韦大人，燕三公子、折月公主，你们怎么在这儿？发生什么事了？今日我们来相国寺给燕王做法会，这法会做完后，就往生泉去打水。没成想，这路上突然就来了几名刺客，三弟跟他们打成一团，是天上突然就劈下几道雷，把他们全吓走了。这是什么？哼，这是赵小姐，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那些雷全都往她一个人身上劈，就把她劈死了。这些黑衣人都是燕三公子所杀。是，还请韦大人查清他们是什么人，到底是何人欲杀我们？韦大人，你说这赵小姐是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雷才劈她？本官听说道门有一道十分厉害的符，可引天雷劈阴邪，公主能面相，可断人生死，想必也有这样的符。听说过，可是这种符只有道术极为高明的人才能画得出，我是没见过。可是我在道门听说，不管是天雷还是用符引来的天雷，都只劈阴邪之物，所以我才好奇，方才这里这么多人，为什么那雷就只劈赵小姐？此事有些玄奇，本官会去请教国师。国师？公主来京城时日尚短，尚且不知道国师乃是我朝道术最为高深之人，只需一眼便能看清这世间的阴邪。哇，还有这么厉害的事情，那我们就等韦大人的消息了。赵小姐乃是三公子的未婚妻，她死了，三公子好像一点也不伤心。我与赵小姐虽是未婚夫妻，但之前并未见过几面，更无感情。此时我若假惺惺的哭，那才奇怪。方丈大师，可有什么异常？奇怪啊，太奇怪了。奇怪？怎么奇怪？这里被人布下了极其厉害的阵法，在杀人之前能吸干人的气，使其魂飞魄散。老衲实在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在佛门禁地布下如此阴毒的阵法。此阵法是道门的，还是佛门的？是佛门邪修所创。若老衲发现布阵之人，必将其就地正法。表妹，你没事吧？
谁是你表妹？也是啊，你一直都在道门，刚回京城，不认识我也是正常。我是宁国公府的二公子，也是你的二表哥，云岳阳。你姓云？那你和云太妃是什么关系？她是我的姑母。哇哦，原来我在京城是有亲戚的呀，好神奇呀！当然啊，表妹，祖父祖母很想你，你要是有空的话，去宁国公府帮客。行啊，改天就去。赵小姐居然被雷劈死了，小儿媳妇没了。眼下这种情况，还有谁家女儿愿意嫁进燕王府啊？母妃，这段时间我之所以煞气缠身，运气变差，就是因为赵诗婉送我的那块牌子有问题。昨日公主刚将咒术破解，今日赵诗婉就约我们去相国寺，为的就是杀我们灭口。她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赵雨村那种品性，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品性高洁的女儿？萧儿的婚事你也不用担心，只是缘分未到而已。再说了，她还得守孝3年，娶妻之事不用操之过急。是。萧儿，那块牌子不是一直放在你的枕头底下吗？公主，你是怎样知道那块牌子有问题的？哦，是昨日傍晚，公主发现我煞气变重，就推断那下咒的东西必定就在我身边，于是便去我房间寻找，这才找到了它。昨日公主将牌子毁掉之后，就推断赵诗婉必定会再次下手，又担心母妃藏不住事，于是决定将计就计。今日相国寺之行，公主暗中做了许多准备，这才一举除掉了赵诗婉。原来如此，还是公主想的周到啊！祖母过奖了。是我眼下被萧儿定下赵府的婚事，差点害死了萧儿。此事不怪母妃，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赵诗婉又极善于伪装，这才骗过了母妃。方才真是吓死我了，燕萧然的反应还挺快，只是我续命还得靠燕萧然，往后去找他可得小心了。祖母的心真细，差点就被发现。若被祖母知道我1年前就与公主有夫妻之事，怕是会打断我的腿。三弟，文艺环说国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道术精深，脾气古怪，高深莫测，喜怒无常，极难伺候的一个人。这些特征怎么听着那么耳熟？文应环最是公正，他说要请国师来查相国寺的案子，就一定会请。公主可有应对的法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没有杀赵诗婉，他是被雷劈死的。谁来查，都是这样。公主说的在理，只是以后还请公主不要随意进出我的房间。今日我可以为公主遮掩，来日就未必了。那我若是日后天天去三弟的房间，你会怎么样？是杀了我，还是去找祖母告状？不知羞耻。对啊，我就是为了活命不知羞耻。我救了你的命，你却这样对我，真是太没有良心，太伤我的心了。有本事你把我杀了。别以为我不敢动你。来啊！你把我杀了，你要是不杀我，我就天天去你房间。表面看着凶巴巴的，其实是恼羞成怒了，还蛮可爱的。你说什么？赵诗婉死了？是的，据说被雷劈成了焦炭，死状极惨。我还以为他是个厉害的，还盼着他杀了燕萧然和施哲月，没想到这么不中用。太妃，现在怎么办啊？慌什么？
杨二约了施哲月到宁国公府，给国公府传个消息，让他们好好招待施哲月，再给赵雨村传个消息，他家女儿死了，可不能白死。有宁国公府给他撑腰，怎么也要找燕王府要个交代。是。公主留步。祖母说，公主进京之后，宁国公府上下一直没有任何表示。之前公主在道观的时候，他们也从未拜访。他们和府上下都是凉薄之人。祖母担心你一人前去会有危险，便派我一同前去。还是祖母考虑周全，那今日便有劳三弟了。石婉，你死得好惨啊！今日为父必要凶手血债血偿。晦气！若不是你，石婉也不会死。是你杀了我女儿！救命啊！燕王府杀了我女儿，我讨回公道。他们要杀人灭口啊！本宫乃是先帝之女，堂堂的一朝公主，你不过就是个五品小官。见到本公主，不但不行礼下跪，反而用手指着本宫，这冒犯公主，该当何罪呀？以本朝律法，先抄家，再流放3000里。你们以权压人，草菅人命，简直是罪大恶极！今天就算舍了我这条命，也要为我女儿讨回公道。讨回公道，真是可笑！赵诗婉不但是被雷劈死的，而且还被烧成了焦炭，这就代表着他缺德是作贱，是老天爷要收他。赵诗婉被杀一案，由大理寺韦大人查办，韦大人光明伪正，绝不徇私。若他查出是燕王府杀了赵诗婉，那我燕王府愿接受律法的处置。但眼下尚未结案，赵大人便来王府闹事，这是藐视律法，冒犯公主。燕王府虽门楣不如以前，但依旧是王府，绝不容宵小放肆。燕王投敌不成，反被敌人所杀，害死5万永安军。燕府3公子杀了我女儿，还仗势欺人，简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燕府狠毒残暴，不配做人。污蔑我可以忍，但我绝不能容忍你污蔑我父王。这么多年，我父王保卫边关，防止外邦入侵我朝疆土，护卫天下百姓。后5万永安军战死沙场，至死都在保家卫国。我呸！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燕王如果不通敌叛国，又岂会被皇上问罪？你又怎么至今还没有西决？韦大人，云太妃极喜欢小女，已收她为义女。她的死，云贵妃十分伤心难过，还请韦大人务必公正查她被杀之案。好，韦大人来的正好，你告诉大家，燕王府有没有罪？燕王战败一案，本官还在调查，如今还没有结案。但赵诗婉被杀一案，本官已然结案。经大理寺仔细查验，赵诗婉身上并没有任何利器所致的伤口，她的死纯属意外，她是被天雷给劈死的。韦大人，你到底有没有查清楚啊？小女本来就是被燕萧然和施哲月害死的吗？昨日赵雨村贿赂本官，欲让本官扭曲事实，将赵诗婉之死一案强加于燕萧然头上。
本官不想被人纠缠，以影响查案，便假意收下一笔，来稳住赵雨村。赵雨村贿赂罪成立，来人，抓住赵雨村，押入京兆。是。走走，你背信弃义，走！你不得好死！公主神机妙算，在下自愧不如。韦大人，这赵诗婉的案子，你找国师看过了吗？本官绝不徇私枉法，已请教过国师。赵诗婉乃是修炼邪功，遭受了天谴。这个国师有点奇怪。韦大人，你的未婚妻找你退婚，是因为缘分未到。不过以大人的才华和能力，想必3年后必定抱得美人归。韦大人怎么会来这儿？还有，他的未婚妻是怎么回事？韦大人，我们打个赌吧。若是今天下午你的未婚妻来找你退婚，那你便带人在燕王府门口守上3日，并公正地处理赵诗婉的案子。若他没来，那我便在你们大婚的时候奉上1000两银子，作为你们的贺礼。我的未婚妻对我情深意重，绝不可能退婚。公主，你输定了。天机不可泄露，三弟若想要知道的话，一会儿到马车上亲我一口，我就告诉你。无耻！哎，那我亲你一口也行啊，怎么样？不行。施哲月今日当真会来？当真，爹，他自幼在道观长大，没人疼又没人爱，渴望亲情，我叫他一声，自然屁颠屁颠就来了。很好。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只要他一只脚踏入宁国公府，我定要他死来无悔。公主把我骗进马车里，到底想要做什么？虽然祖母已经给了你放弃手，但在外人看来，你还是我大哥的妻子。你我这般同坐一辆马车，于理不合。你我于理不合的事情，1年前就已经做了，不在乎多做几次。他的腰劲瘦有力，不但手感好，功效也很好。尤其是他这副脸红害羞的小媳妇样，真是太让人想欺负他了。可惜的是，他脾气太大，总给我甩脸色。松开！我不松。你要是敢动手，我就喊非礼。哎呀，看你这副凶巴巴的样子，其实我是有正事要与你说。能有什么正事？我之所以答应云月阳会去宁国公府，那是因为我在他的身上，闻到了你的气息。什么意思啊？赵诗婉用这么阴毒的咒术偷取你的气运，可是这些气运又不在他的身上，而是在云月阳的身上，那就说明真正偷你气运之人是云月阳。你确定？非常确定。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但是不能质疑我的道术。这云月阳从你身上偷走那么多的气运，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拿回来，否则你还是会倒霉的。这燕王府如今唯一的男丁就是你了，你若是倒霉，燕王府也会跟着倒霉。我会配合你行事，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手从我的腰上松开？不行。自从公主2岁被送进道观之后，我是十分想念公主啊。今日公主难得一见，我这做舅舅的可是十分开心呐。是吗？
既然舅舅这么想我，那怎么不去道观看我？这再不济，寄些东西也是好的。哎，不是我做舅舅的不想看你，而是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了。什么苦衷？三弟，公主，公主，没事吧？你这是在关心我啊？我是奉我祖母之命来保护你，做的都是分内之事，你别多想。是吗？那我这要是多想了，怎么办？那就把脑袋剁了。切，你这样是娶不到媳妇的。这是什么？这么刺激的吗？我们这是在万人坑里？宁国公府的密室，怎么会有这么多尸骨？这些骷髅并不是随意摆放，而是按照五行的排列，这是一个献祭阵法。献祭什么？我刚刚来宁国公府的时候，发现上方有紫气，我原本以为是宁国公府运气太盛，所以才会有紫气汇聚。现在看来，紫气是他们缺德氏做尽换来的。我怀疑宁国公府有大阴谋。我查父王的战败案，所有线索都指向宁国公府。父王和5万永宁局，很可能就是他们害死的。这云太妃出自宁国公府，又让我代替三公主加入燕王府。这赵诗婉为云岳阳，又来窃取你的气运。燕王的死，又跟宁国公府有关。好啊，这宁国公府一屋子人就逮着燕王府的人欺负，太不要脸了！快！把他们都给我杀了！等一下，我们就快死了，总得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吧？我是你表妹，虽然关系并不亲厚，但终究也是亲人。我又没有惹过你，你为什么要杀我？这事儿可不能怪我们呀，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你是天煞孤星，你若不死，对我们所有人都不好。到底是哪个缺德鬼给我批的天煞孤星的命格？你不需要知道这些，你只需要知道，今晚你必死无疑。好吧，就算是我妨碍了你们，那三弟呢？你们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对他痛下杀手？他才是最应该死的人。燕萧然，燕王府从来都是武将之家，你真的是脑子有病才去学文。学文也就算了，你还先考了妓院，春闱之时，你还考中了会员，让我们这些从小学文的人都被你比了下去，简直就是岂有此理！只能怪你太蠢了。你啊，原来你是嫉妒燕萧然啊，所以才会让赵诗婉给三弟下咒，窃取他的气运，置他于死地。他得感谢我，要不是他有点用，我让他在出征之前生了场大病，他不能出征，要不然他早就死了。我这不过是物尽其用，
只不过你的命可真大，到现在还没死，就连赵诗婉给你下的咒都被你破了。不过事到如今，哼，你必死无疑。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得到你身上所有的气运。你是不知道，他身上的气运有多么强大。如若我得到他身上所有的气运，这天下终归是我的。燕王出征之前，你就知道他们必死，所以燕王出征之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我懒得跟你废话，来人，把他们都给我杀了！你对我们的人做了什么？蠢死了，这都看不出来吗？我给你们下毒了。你真阴险！没你阴险，说是亲戚，这10几年来对我不闻不问也就算了，喊我来府里做客，却是要杀我。你们简直是丧尽天良！大人别打脸啊！说，我现在问你，你来答。你若是敢说假话，我就阉了你。你和赵诗婉是不是有一腿？是。那他给我3弟下的咒术是谁做的？赵诗婉是紫阳真人的徒弟，他的咒术是紫阳真人教他的。邪修紫阳？我呸！他算什么真人？我之前还在找他，没想到他是躲进京城了。别让我碰到他，我要是碰到他，非扒了他的皮不可！说，是怎么害死我父皇的？我们并非要害死他，而是他挡了宁国公府的路，他必须得死。我们挡了宁国公府的路，燕王府满门忠义，宁国公残害忠良，寄人宫里了。说重点。我说，你们看到这些尸骨了吗？这里一共有5000具尸骨，他们死于20年前，他们的命换了宁国公府20年的繁荣昌盛，但是只能过20年。20年之后，需要一个新的献祭阵法，做到这一个，才能保宁国公府繁荣昌盛。闭嘴！杀了他们！爹，快救我！我腿断了！杀了他们！是。呀！追！别让他们跑了！是。爹，我的腿好疼，快救我！爹，没用的东西！公主哪来的毒药？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9个师傅吗？我6师傅最擅长用毒了，他医术十分的高明。他这次进京，发现我可能会遇到危险，所以他给我带了一大堆的药材。有补药、伤药、解毒药，还有各种各样的毒药。公主的师傅们还真是多才多艺啊！我也这么觉得。应该差不多了。侍卫快来了，快走！愣着干什么？走啊！啊！你这样让我怎么走？哇！
这宁国公府丧尽天良，所敛财物必定是不义之财。我要代表老天爷，把他们全部没收。这么多，怎么带得走啊？我给你表演一个法术。怎么做到的？三弟若是让我亲一口，我便告诉你。他主动亲我了，这是铁树开花了吗？以后你还是不要随意调戏我，不然吃亏的总会是你。吃亏？我能吃什么亏啊？除非你再给我示范一遍。没见过比你更大胆的女子。那人活在这世上，就是要来见见世面的。若是见了人和事都是一样的，那多无趣啊！三弟应该感谢我，让你见到了不同类型的女子，让你开了眼界。啊！你生气了？我都没介意，你介意什么？公主还是谨记你我的身份，你和大哥还是名义上的夫妻。哦，那你刚刚为什么亲我？行了，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好好讨论。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先把这里洗劫一空。侍卫来了，我们快走！站住！抓住他们！见过宁国公。下官见贵府浓言四起，特派人前来救火。三公子和公主也在宁国公府，好巧。韦大人，是很巧。多谢韦大人，只不过是府中的下人不小心打翻了烛台，并无大事。韦大人有心了。分内之事，国公爷客气了。失火是意外，但是府中却遭了窃，我怀疑是燕三公子入府行窃。韦大人，还请详查。捉贼拿赃，我三弟不过是陪我来趟国公府，就被国公爷如此诬陷。今日你若是搜不到赃物，那可得向他道歉。好，是，大人，这些碎银子没有应急，燕王府再穷，这些碎银子还是能拿得出来的。你道歉。对不起。公主还真是忙，一上午的时间，先是关了赵雨村，后是放火烧了宁国公府，宁国公都没拿这事找公主的麻烦，在下佩服。人长得好看，好运自然来。哎，等一下，韦大人，关于燕王战死案，我有新的线索。请公主随本官去一趟大理寺。好。公主有什么新线索？我和三弟去宁国公府，发现这宁国公府地下有间暗室，里面有一个用5000具尸体做的献祭大阵，以此用来换取宁国公府的气运。可是如今这阵法也已失效，若想要维持同样的效果，则需以10倍的尸体数量来做大阵。永安军刚好5万人马，那一战无人生还。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只是一个巧合，而是有人蓄意谋害。此事当真？韦大人若是不信的话，
可以派人去宁国公府查探，这地道的入口就在假山旁。此事本官自会查证，若查证属实，必将其绳之于法。多谢韦大人。宁国公府库房是怎么回事儿？修道的人修习到一定境界，就会拥有自己的空间。我可是道门10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自然有自己的空间啦。瞧你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叫我一声好嫂嫂，我就教你啊。就公主对我做的那些事，是嫂嫂该对小叔子做的吗？是啊，我今晚还去找你。不知羞耻。宁国公府是公主的外家，宁国公若是被问罪，公主就不怕受到惩罚？我还是先帝唯一的血脉呢，你就当我是为了死者伸冤，大义灭亲吧。公主还真是大气啊。我也觉得我很大气。今日我发了笔横财，三弟，你有什么想要的，我都买给你。我不需要。三弟，第一次收到女孩子给你送的东西，开心吧？开心，我可真开心。你觉得宁国公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我朝的大功臣，德高望重，待人和善，是个极好的人。他都立下过哪些战绩？好奇怪，下官想不起来。世人都觉得宁国公是我朝的大功臣，对他敬重有加，但仔细一想却发现，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有哪些功绩。本官翻过史书，仔细查过，发现虽有功绩，但都是一些细小莫微的功绩，不要说比不过苏相和燕王，甚至连钟永侯都比不过。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是啊，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认知？难道真如折月公主所说，是他们布下的邪阵，获得了极强的气运，改变了京中所有人的记忆？你立刻派些武功高强之人，夜潜宁国公府寻找证据。是。就是你说的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今日不但暴露了府中的阵法，就连库房中的金银珠宝都被弄丢了。哼！我活到了这把年纪，从来就没有吃过这样的亏。爹，我已经传信给姑姑，让姑姑收拾施轾月。除此之外，我还派人去请了紫阳真人。紫阳真人是赵世婉的师傅，如今赵世婉已经死了，他一定会替赵世婉向施轾月报仇。现在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等他到，施轾月这一回必死无疑。这天色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祖母，你先别急，公主和三哥他们不会有事的。祖母快看，公主和三哥他们回来了。你们再不回来，祖母就要去宁国公府找你们去了。祖母，我们啊，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公主，这平安回来就好。我们不但平安回来了，还顺便搬空了宁国公府的库房。
公主好厉害啊！这些呀，是我用道术空间从宁国公府装回来的，都是不义之财。还劳请祖母将这些金银珠宝换成银子，送给5万永安君的家人们。祖母，父王和永安君很可能死在宁国公的阴谋之下，这些就是宁国公克扣军饷分到的赃款，把他们分放给永安君的家人们，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好，我这就让人去安排。把衣裳穿好。今天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让红线短了这么多？好像只有燕萧然主动亲我那件事情比较特别，难道是被他主动亲吻，增加寿命的效果会更好？穿好了吗？三弟，我们谈谈。我和公主没什么好谈的，还请公主穿好衣衫之后立即离开我房间，一会儿不要再来了。下去。我不，有本事你就喊人来撞破我们之间的奸情。我何时与公主有奸情？1年前有过一回，今天在宁国公府，你主动亲了我一口，也算是一回。今夜你若是愿意与我好好谈谈，一切都好说；要是不愿意，那我就只能去找祖母，让她来做主了。你疯了？是，我就是疯了。我是想活命，想得疯。你谈就坐着好好谈，你这样我没法和你谈。我就算坐到那儿，8成也是会被你扔出去。我觉得我们这样谈挺好的，就这样谈。那你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上次猜到我的寿命跟万剑的这条红线有关，那你再猜猜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我万剑这条红线的长短？你这条红线的长度不会和我有关系吧？三弟就是聪明，一点就破。你说话就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我没动手动脚，我动的是嘴。那你再看看这条红线，比之前更短了，而且速度更快。这红线不会是与我亲近之后就会变短？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所以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的，我是为了活命，不得不占你的便宜。那公主到底想要什么？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你，我最近在燕王府的表现怎么样？若无公主，燕王府早已覆灭，我恐怕也早就被赵世婉害死。这段时间，你对祖母和母妃也都有关照。公主是燕王府的大恩人。既然如此，我就挟恩求报，如何？可以。那我要你每天晚上都跟我睡，而且在睡之前亲我一口，怎么样？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什么都不缺，只缺命。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可能就死了。难道你想看着燕王府的救命恩人去死吗？
可是，你是我名义上的嫂嫂。你都说了是名义上的。再说，祖母一早便给了我放弃书，从本质上来讲，我并不是你的长嫂。还是说，你和我睡的时候，我顶着长嫂的身份，你觉得更刺激？没有。嘘，没有就没有。你那么大声把人喊来，是要撞破我们的奸情吗？公主是为了活下来，才对我百般调戏。我感激公主对燕王府有恩，所以愿意配合公主。只是在这之前，我有个问题想问公主。你问吧。公主1年前就与我有夫妻之实，如今又这样对我百般纠缠，公主可想过以后该当如何？我是早夭的命格，活不过18岁，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没想过这些。若我能一直为公主续命，保公主与我活得一般久，公主又该当如何？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公主就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不用想，我倒是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如果我能和你活得同样久，你愿意娶我吗？燕王府的儿郎一向是有担当且负责任的，我既与公主有夫妻之实，以燕王府的规矩，就该娶公主。只是你我的身份如今有些尴尬，你我的婚事也得经过祖母和母妃同意，而且如今的燕王府风雨飘摇，父兄的死因尚未查明，我还要守3年的孝。如果公主愿意，请在燕王府再住上3年，3年之后，我表明祖母和母妃迎娶公主。你真的愿意娶我？是。就算你能为我续命，我可能也活不了多久了，而且我这个体质肯定也生不了孩子。你是燕王府唯一的独苗，若是娶了我，燕王府可能就绝后了。而且就算我与你成了亲，或许也可能会为你带来非议。子嗣之事你不用担心，可以从旁系过继一个。至于非议，公主怕吗？怕啊，我可不想被人扔臭鸡蛋。那你再好好考虑一下，若想让我配合，3年后嫁给我。若公主不愿意嫁给我，全是我不能配合。啊，我先送公主回房休息。燕萧然，八成脑子是被驴踢了，居然说要娶我。我到底要不要嫁给他呀？哎呀，烦死了！传皇上旨意，宣哲月公主进宫觐见。敢问公公，皇上找我，所谓何事啊？皇上的意思，咱家可不敢猜。公主，请吧。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我送公主去皇宫。我自己能去，用不着那么麻烦吧？他昨夜说要娶我，今天又要陪我进宫，压力好大。皇上没有召见三公子，三公子不能进宫。我送公主到宫门口，我在宫门口等你出来。好吧。
跪下。哼，每次都让我跪下，一点心意都没有。再说了，你假传圣旨让我进宫，哪来的底气跟我大呼小叫？进了我的延毕宫，你就得听我的。都愣着做什么？还不过来，好好教教折月公主下跪。是。妖怪，是折月是妖怪，快把他抓起来！一具没用的东西，还不快请国师把石折月给收了！石折月，你疯了！我是你母亲，你居然敢跟我动手，你真是不孝！母亲，你可别玷污了母亲这个词。我跟你说过，当我代替三公主嫁给燕王世子的时候，我们之间的母女情就已经断绝了。你上赶着让我收拾你，那我便如你所愿。兄长说的对，你就是个疯子，你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昨日刚去国公府闹完事，今日就这么对我。石折月，你那国公府和我，你就是一个虚有图表的公主，你连皇宫里的奴才都不如，放开我！放开！啊！原来你今日召我入宫，就是要为宁国公府那帮人渣出头啊！也是，你从小生活在宁国公府，踩着别人的尸体，用别人尸体能量转换来的气运为自己所用，在你们这些人的心里，别人都是下贱的，都该死！石折月，你这么对我，你会后悔的！后悔？我当然后悔了。我后悔我上次入宫的时候就没有弄死你。我之前不知道你们做了这么多如此恶心的事情，如今我知道了，自然要替天行道。你是我父皇的皇后，却一直留在这宫里做皇叔的宠妃，你哪来的脸？我倒是忘了，你这张脸原本就是偷来的。我把你偷来的气运和祝融术打破之后，你就变回了原本的样子。现在就应该好好看看你丑陋的样子。这不是我的脸，这不是我的脸，这就是你的脸。你之前一直维持着20来岁少女的模样，那是因为宁国公府那个邪恶的阵法，那个阵法让你丧失了人性，丧失了母性，只想要权势。你为了权势，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随意舍弃。那现在，你就看着你这丑陋的样子，你就再多看几眼吧。折月，我的女儿，你不用这样叫我，你不配。我猜的果然没错，云太妃如此灭绝人性，是受了那个阵法的影响。她被阵法操控，成为宁国公府夺权的工具。在我用符驱除她体内的邪气后，她便又恢复了几分人性。但是，她的所作所为不会原谅。太妃，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是国师？国师，折月公主是妖怪变的，她抓住太妃这么短的时间，太妃就被她吸食了精气，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你快把她抓了呀！胡说八道，折月公主不是妖精，她是在给云太妃驱邪呢。驱邪？没错，云太妃之前用邪术驻颜，如今折月公主用道术为云太妃驱除邪术，所以云太妃就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不可能，折月公主明明就是妖怪，是她把云太妃害成这样的。你是在质疑本座吗？不敢。滚！折月，是娘对不起你。你要真觉得对不起我，那就自请离宫，去皇陵给父皇守灵吧。皇陵艰苦，太妃才不会去的。我去。
松手啊！你个臭老头，你不是道观的观主吗？怎么变成国师了？什么臭老头啊！我是你的大师傅，你快松手，要不然我打你了！打！你往这儿打！有本事你把我打清醒一点，让我知道这不是一场梦。哎呀，好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你现在把手松了，然后你揪我胡子的事儿，我就不跟你斤斤计较了。你今天必须给我交代清楚，不然我把你胡子全部给你拔光。这是什么呀？我既是道观观主，又是当朝国师，这也不想冲啊！我本来是不想来的，是你跟我说，我活命的转机在京城，所以我才过来的。现在仔细想想这个事情，越想越不对劲。哪里不对啊？你最擅长的是卜卦，就算你不是国师，你也能够一下子算出，我一入京城便会被替嫁入燕王府。不愧是我徒弟，咱们就见一面，你就能推出这么多，厉害！老骗子！我怎么骗你了？但我问你，你活下来的转机是不是在燕王府？你还好意思说？我就不信你不知道，那个燕萧然就是在欢乐镇和我那个的男子。我当然知道了，但我要说那个人是他，你还敢来京都吗？不敢。这不就结了？我可听说你最近跟燕萧然好多事情啊。你们俩处的怎么样啊？你要是再敢这样阴阳怪气，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胡子全部拔光？没拔着。好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吧。我跟燕王其实是好友，这么多年他守卫国土，护我大朝，我十分敬重他。他出征前呢，我给他算了一卦，他命中有劫，我劝他不要出征。你猜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为武将，当以保家卫国为己任，能让百姓免除战火的气息，就算战死沙场也无所畏惧。这样的人若真是战死沙场，我虽伤心，我也为他高兴，因为他死得其所。可他要被那些人害死，那些人还要灭了他的燕王府，我怎能袖手旁观呢？所以你派我回来是为了救燕王府的人？没错，他们是我朝英雄，我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们。但是我的身份不一样，所以不行。但你不一样，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王叔知道这件事吗？想必你也见过宁国宫的大阵了吧？你知道那大阵的真正用意吗？那大阵的作用不但能替宁国公府的几位主人吸取京城所有的气运，还能改变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可以轻易得到京中所有人对他的好感，包括皇叔。是，国师，哲月，陛下，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陛下，国师，哲月，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免礼啊！皇上，是这样的，云太妃利用邪术反被邪术反噬，臣来到的时候刚好遇见了哲月公主，便和哲月公主探讨她与云太妃的关系。方才臣与哲月公主说完之后，发现云太妃利用邪术蒙住了自己对哲月公主的母爱，对她十分冷淡，不堪为人母。可这一切云太妃都不知晓，如今对哲月公主十分愧疚。我之前十分厌恶云太妃对我的冷漠无情，可是现在想想，她也是个可怜之人。朕过来时遇到她了，她向朕请旨去为皇兄守灵，朕已经准了。我有些不解，这云太妃未嫁入我父皇之前，那也是宁国公府的嫡长女，这等加入我父皇之后，那也是贵为国母。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给她下这么恶毒的咒术？
这种咒术十分邪恶，但做起来却不容易，需要生辰八字还有至亲人的鲜血作为药引。这下咒之人应该就是宁国公府的人。宁国公宽厚仁慈，又岂会做这样的事？定会是下人图谋不轨，这才会对云太妃下手。朕会下旨，让宁国公府自查。是。果然，皇叔对宁国公有滤镜，看来不把宁国公府的邪阵破了，永远都别想替燕王洗清冤屈。哎呀，见过国师。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我大师傅。很意外吧？我也很意外。没想到我那个成天不正形的大师傅，竟然变成了当朝国师。既然三公子来接你了，那本座就先回去了。哎，走吧。快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江湖老骗子，连自己徒弟都骗的故事。光是想想，就让我心里受到了2次创伤，瞬间热泪盈眶。伤心的我，连复述第2遍都不想了。既如此，那就不必说了。公主，请上马车。哼。这才刚过午时，天又不像要下雨，怎么就黑成这样了？我给你贴的这道符是驱邪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邪道布下的邪阵之中。这个阵法跟赵师晚布的阵法属于一脉同源，方才一路走来，我也是稍加不注意就中招了，现在可得小心。现在怎么办？我们得先想办法破阵，在这阵中我们属于吃亏的那一方，若想要提高破阵的胜算，就得先武装一下。怎么武装？别乱摸。我没乱摸，我是认真的摸。要是符的位置贴的不对的话，可是会影响符的效果。贴好了。一般这种阵中啊，都会有生门，只要找到生门就能破阵。我们先出去看看生门在哪。生门在那边，往那边走。好。你是什么人？你杀了我的弟子，竟然还问我是谁？你就是赵师晚的师傅。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不怎么样，教的徒弟也不怎么样。我只用一个符，你那徒弟就死了，打了都不过瘾。你这是在找死！你的对手是我，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伤到公主。
你用道术时对手是我，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你伤害到我三弟。你们这对狗男女，我纵横江湖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的无耻。打不过人就开始骂人，你也太没有素质了吧！这破道士只有2把刷子，还能跟他拼一拼，但我一用道法就会消耗我的命，这样下去，我不被他打死，也要被他耗死，得想个法子。三弟，吻我！什么？我快死了，快点吻我！你要是不吻我的话，我们2个都会死在这里。不容易啊，不容易，终于不用死了。我数次唐突的，得早日平民族母和母妃，娶她为妻。哼，不要脸的狗男女！怎么样？没事吧？放心吧，我没事儿。如果能让我多亲几口的话，效果更好。我去杀他！哎，算了，跟着他的话，只会在他的阵里迷失自己。还是破阵要紧，别追了。好。这里是陈曦碧留下，离宁国公府很近，紫阳真人应该是他。这个紫阳真人倒是有2把刷子，你以后遇到他要小心。走。你们这对狗男女，你们这叔嫂的关系就稿子里起。你们杀了我徒弟，我在杀你们之前，会让你们身败名裂。我今日进宫见到了国师，也就是我的大师傅，他告诉我，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受到了宁国公府布下的邪阵影响，所有事情都会偏向于他，所以我们要做2手准备。哪2手准备？一是找到父王战败的真正原因，为他和5万永安军洗清冤屈；二是设法破除宁国公的阵法，解除阵法对京城众人的影响，尤其是皇上的影响。那皇上也受阵法的影响？今日我和国师在皇叔那里试过了，他现在对宁国公是无条件偏袒的。我一直在查父王战败的真相，如今已有眉目，只差关键的证据，估计过几日必会有结果。破除宁国公阵法的事情，我会找国师帮忙，有他的帮助，我相信一定很快就能够破阵的。明儿一早我就去找他。师傅，折月公主来了。你能不能每次来不要揪我胡子呀？不能。你说你明明就没个正形，却总是装模作样。我就是喜欢看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的样子。逆徒？切！你的逆徒昨日与你分别之后，差点被人给杀了。这事儿你管还是不管？谁那么大胆子，敢对你动手？宁国公府派来的人。啊，
那就先破了宁国公府的大阵，再弄死这帮狗娘养的。你说说你，都过了这么久了，你这个阵图还是画得如此凌乱。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赶制出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能把它做得这么好，我已经很厉害了。哦，是，大师傅好厉害呀！哼，少拍我马屁，我不吃你那套。哼，来，我要给你讲讲这阵图的作用。此阵图是以京城护城阵法为基础，辅以五行八卦，以巽门之风选离门之火，再辅以镇门的雷电，荡涤京城所有邪气，斩杀京城所有妖邪，能毁掉所有带有邪气的阵法。可是，你这个阵法跟护城大阵都怎么连接起来的？这个好办，你的血能连接天地之间所有的阵法，你只要往上滴上几滴就可以了。你忘了，我不能流血的事情。你之前流血是在消耗你的生命，如今你不是遇到了一个能替你续命的人吗？到时候你让他抱着你就行了。然后你在旁边看着我们亲热。你们都不介意，那我介意什么呀？你说的。三弟，你进来一下。拜见国师。需要做什么？需要你帮我续点命。哎呦！哎呀！你这淫贼，放开我徒弟！哎呀！哎呀！这放开！哎呀，你放开！你干什么？不是你说的续命吗？反应这么大！不是，我是叫你这样，没有叫你这样，一点没长脑子呀！你是个女孩子，你俩这样，你能不吃亏吗？臭小子，你刚才占了我徒弟哲月好大的便宜，你必须给我个交代，要不然我打断你的腿！我要娶公主为妻，还请国师成全。你来真的呀？我现在可是你长嫂。不，你不是我的长嫂。从你入府的第一天，我祖母就替长兄写了放弃书，如今你只是暂居在王府罢了。哎呀，弄了半天，你才是那个最不要脸的！你把人家睡了，你还不想负责？这不是负责不负责的事儿。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种随时会死的人，若是嫁与人为妻，是不是害了他吗？那男人的清白是不太值钱，但那也是清白。再说了，现在顶着人家长嫂的身份，若是与他成亲，这眼下不仅会让他名声尽毁，而且这日后也会耽误他娶妻。要是有人睡了我，还想对我不负责，我敲碎他的脑壳！你敲碎他的脑壳，我拔了你的胡子！哎呀！你们不用刻意小声说话，我都听得见。我想娶公主为妻，并不是因为她与我有了夫妻之实，而是因为我喜欢她。你喜欢我？臭小子，够聪明。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回头你就依着移婚的流程走，你回去先把聘礼准备吧。国师应该也知晓，我还要守孝3年。如今燕王府被许多人盯着，竟是我
不能大张旗鼓的提亲。哎呀，我与公主正式成亲，也需在3年后。哎呀，咱低调走流程，3年后再谈婚。好，这事儿啊，我说了算啊。你要不要问问我的意见呢？哼，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儿我说了就算。这个婚姻之事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咱们就解决宁国公府的事儿。公主，不要生气，他们是未婚夫妻。不要生气，他们是未婚夫妻。你感觉怎么样？要不你再亲我一口？真是不足百事有余的东西！还说什么一切都准备好了，却让国公府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你还被燕萧然给打断了腿，这国公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爹，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每次一有错，认错倒是认得挺快，就是不见长进呀。你说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是东西的玩意儿？爹，我虽然没有本事，但是我们还有大阵啊！只要大阵还在，我们宁国公府照样能享受这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等你的腿好了，就去给我看着大阵，绝不能让大阵出现任何一丁点的损失。是，爹。哎，爹，您就这样放过施之月和燕萧然了？当然不会。不仅要了他们的命，还要让整个的燕王府陪葬，成为大阵的养料。爹，爹，你怎么了？爹，你没事吧？爹，怎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大阵被毁了！哎呀，这好久没有驱动这么大的阵法了，感觉这身体都被吸干了。大师傅，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世外高人的形象？嘿，这里就你们2个人，没有其他人，我注意个什么形象啊？师傅，不好，出事了！为师教过你多少次了？遇事不要慌，慢慢说。方才收到消息，长安大街上的文妖铃响了，这就表示京中有妖。这妖好大的胆子，竟敢来京城闹事，这是没有把本座放在眼里。你去召集弟子，和我一起去捉妖。是。哎呀，大师傅，不愧是这世间第一大忽悠，忽悠的倍儿厉害。那还不是为了你啊！我现在去捉妖，如果我遇到了紫阳真人，我就说他是妖，我替你把他弄死。我们也去帮忙。捉妖这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啊？一边凉快去，你少掺和，少管闲事。是。哎呀！
你别担心，我师父虽然是挺会忽悠人的，但也是个有真本事的，不然他坐不稳国师这个位置。我从不怀疑国师的能力，只是紫阳真人是宁国公府的人，宁国公府势大，肯定会护着他。国师要对付他，我怕国师会吃亏，咱们还得找韦应环帮忙。你是想要把收集到有关宁国公府的罪证都交给韦应环，让他牵制住宁国公府？是的，之前宁国公府有大阵护着，我怕出意外，只给了韦应环一部分证据。如今大阵一破，是时候给父和众教师报仇。我陪你去。好。克扣粮草，用发霉有毒的粮草替换好的粮草。边关战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这群蛀虫为了一己之私，干出如此不要脸的事情，简直是岂有此理！不仅如此，还有人严重叛国，他们与敌国勾结，里应外合，切断了永安军的退路。5万永安军全部战死在芈月怀。除了这些证物外，可还有人证？有，我已经将他们接进京城，韦大人可以随时见他们。韦大人查燕王战败案已有一段时日，应该已经查到了一些证据。三弟提供的这些证据是真是假，想必大人心里有如明镜。宁国公官职太高，本官不能直接击囊，还需入宫请示陛下。我今日路过占星台，发现国师大人去捉妖，韦大人要不要帮国师一把？捉妖？是，捉祸国殃民的大妖。倪瓒，派出一帮差役去帮助国师。是。哎呀，根据罗盘指示，大妖就在宁国公府。来人，敲门。国师，这是做什么？今日闻妖铃响，提醒本座京中来了大妖。本座掐指一算，大妖就在宁国公府，劳烦宁国公配合一下。本座捉完妖就出来。宁国公府没有妖，国师请回吧。宁国公府有没有妖，不是宁国公你说了算，是本座说了算。来人，随我去捉妖。谁敢？天道也是修道之人，能证明宁国公府没有妖是吗？只有妖物才能活佛生效，此人就是妖。来人，给我拿下！堂堂国师竟然用如此下作手段，无耻！来人，给我追！今日宁国公的大阵被破，肯定和国师脱不了关系。他此时抓紫阳真人，一定另有所图。紫阳真人知道我太多秘密，绝对不能让他被国师抓住。你带人去跟着，绝对不能让紫阳真人落在国师的手上。如有必要，就领命，跟我来。府里的大阵被毁之后，我的眼皮子一直在跳。紫阳真人布阵的时候说过，宁国公府的大阵有伤天河，一旦被破，整个宁国公府必遭反噬。不行，我得另做准备。爹，你说我们现在离开京城，是不是太早了？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前京城中人受大阵的影响，对我们充满了信任。无论我们做出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偏帮着我们。
可是眼下府中的大阵被毁，我们的好日子也是走到头了。不说别的，就你小子这些年干的那些缺德事，就足够我们爷俩蹲一辈子大牢的。这眼下大阵刚毁，我们赶紧离开京城，等到我们修复好了大阵，我们再重新回到京城。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了。你说的是。京城中只有燕王府和占星台不受大阵的影响。我是那个老王八多管闲事，迟早有一天我要剁了他。啊！出来！住手！叶萧然，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如此嚣张！把剑给我放下！宁国公，下官奉大理寺卿韦大人之命，请您和贵公子去大理寺，协助调查燕王战败案，还请配合。哼，燕王战败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乃当朝一品国公，这个燕萧然竟敢当街拿剑射我，你不管吗？你受伤了？没有，但是本国公受到了惊吓，这与你有什么关系？滚一边去！哎呦，啊，你是没受到惊吓，可是本公主受到惊吓了。本公主可是本朝唯一的超一品公主，这宁国公不仅大喊大叫惊吓到本公主，还让本公主滚。倪大人，这事儿你是管还是不管？宁国公，还是请随本官去一趟大理寺。此番去大理寺，就怕是再也走不掉。我今日必须得离开。哼！依照本朝的律法，三司若要邀请3品以上的官员协助查案，必须要获得皇上的批准，并且要有章的文书才行。哎呀，本国公今天身体有所不适，要去城外的庄子里泡温泉。有什么事情，等我泡完了温泉回来再说。哼！宁国公这是要逃，这次若让他走了，他一定会逃得远远的。不行，不能让他离开。文印环去宫里请旨，应该快到了，我得想办法拖延时间。爹！啊！哦，流血啦！这城外可没有大夫给你看病，不如在城内把病看好了再走啊！你竟敢打我！打你的可不是我，是他。要不你也打他一顿出出气？不过我可得提前跟你解释一下，这块令牌是我父皇给我的，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就算是他打了任何人，谁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不知所谓！哼！今日本国公就是要出城，谁要是敢拦我，我就宰了谁！传陛下口谕。请宁国公协助大理寺办案，办案期间不得离开京城，亲自。宁国公，那你可得快点宰了阻止你出城的人，这你要不动手，你就是小狗。遵旨。就算是本国公跟你们去了大理寺，你们也治不了我的罪。这老东西反应可真快，差点又让他跑了。还是公主厉害，算出他们要跑，早早在这里埋伏，断了他们的后路。只希望我师父赶紧抓到紫阳真人，这样我们就多了一个人证。不然宁国公如此狡猾，我们真的很难治他的罪。我在国师面前所说的话是认真的。
我要娶公主。不用了，我师父那个人不喜我与别人亲近。再说了，我也没有想成亲。他说的话，你不必当真。我要娶你，并不是因为国师，也不是因为你我有了夫妻之间的责任感，而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你。这件事，请你认真考虑一下。你还真……你接着跑啊！我与你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你何必跟进下去？哼！我既是本朝国师，又是道门掌门。你修炼邪术，炼制邪阵，残害百姓，杀害将士，罪大恶极。今天我就要为道门清理门户。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愿意指证宁国公。什么？我知道宁国公的很多罪行，你放我一马，我愿意当众揭发宁国公的罪行。这也和燕家小子说是有证据指证宁国公，但是证据应该不太够。若是能有子阳真人这个证人的话，也许就能多一成胜算。好，那本座就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千万不要耍花招，否则本座立刻杀了你。不敢，不敢。威武！宁国公，燕萧然状告你贪墨粮草，将上好的粮草换成发霉的粮草，贻误军机，导致燕王和5万名永安军战死沙场，你可认罪？不认，本国公从未做过这种，他们是在污蔑。对，谁不知我宁国公府两袖清风，刚正不阿，岂会干这种事？依我看，燕萧然一定是知道了他的未婚妻不喜欢他，反倒是喜欢我，所以心生奇恨，故意栽赃陷害宁国公府。京中谁不知宁国公府乐善好施，府里的主子都是大好人，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就是，依我看，这是燕王府的人在污蔑宁国公的人。真没想到，燕王那么刚直的人，居然有这么无耻的后裔。看来宁国公府的大阵虽然破了，但是残留的印象没那么快消除。今日想让宁国公认罪，怕是不容易，我得想想办法。肃静！燕萧然，既然你状告宁国公，可否有证据？这就是宁国公贪墨粮草的证据，他收买了押运粮草的官员，这就是他们勾结的书信。宁国公，你可认罪？不过就是一封书信而已，谁知道是不是燕萧然为了诬陷我，特意找人模仿我的笔迹写？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证据。这件事情我根本就没有做过，我不认。我还有其他证据。当初我父王和敌军对上，他亲率永安军迎敌，让永宁军从旁侧应，结果永宁军一直未出现，我父王则被敌军重兵包围。父王发现不对，派人去查，这才发现是有人将军报传给了敌军，父王和5万永安军士全部战死沙场，而拦下永宁军将军报传给敌军之人，便是宁国公。你方才所说的这些话，都是你的推断，根本就错不得数。所有人都知道，燕王和5万永安军无一幸免，而那场战事就是燕王自己的失误，他害死了自己和5万永安军的将士们。我知道，你们是想替燕王脱罪，但是你们也不能因此就这般构陷于我呀。这不是推断，是事实，我有证据。劳请韦大人打开盒子，里面有我父王和
和身边所有将士写下的血书，上面详细描述了整件事件的经过。人都死了，哪来的血书？恐怕这所谓的血书也是你伪造的。这封血书里，除了我父王和大哥的笔记外，还有其余6位副将的笔记。这些字迹，就算作假，也不可能做得如此逼真。请韦大人一一查明这封血书上提到的所有人，韦大人也可以一一核对。方才宁国公有一句话问得非常好，这封血书是哪来的？这是我在战场上找到的。燕王府有个规矩，凡是上战场的儿郎，走到绝境至必死时，便留下遗书，分析战败原因。这封血书是用我燕王府特定的方式保存，也只有我燕王府的人才能打开。它就是我在我父战死的战场上找到的。燕王府的人真的太烦人了，死都死了还搞这么多事。即便如此，这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再说了，我跟燕王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害他？啊？那是因为你在宁国公府设下的阵法已经不能为你继续吸取京中众人的气运，你需要一个至少5万人尸体的阵法，继续吸取气运，以保证你宁国公府荣华富贵。而燕王所率领的5万永安军，则是制作这个阵法最合适的原料。这个阵法相比于20年前那个5000人的阵法更为恶毒。若是这个阵法成了之后，你再以皇族之人的血为祭，便可以吸走皇族的气运。当初宁国公让云太妃从道观将我寻回，又让我代替三公主加入燕王府，便是要以我为祭品，吸走皇族气运。宁国公这是想要取代皇叔，成为一国之君呢。你一派胡言！我有人证。韦大人，公主说的都是事实。国公府的地下密室里，还有20年前那5000名尸体。韦大人，可以派人去查。兄长，回头是岸。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大人，方才下官奉命去宁国公府，在宁国公府发现一处巨大的密室，里面有数千具骷髅。大人，方才下官奉命去宁国公府，在宁国公府发现一处巨大的密室，里面有数千具骷髅。骷髅？想我宁国公府，怎么可能会有骷髅啊？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韦大人，他们为了诬陷栽赃于我，已经无所不用其极，请韦大人明察呀！铁证如山，你以为你不承认，这就不是你做的了？公主，就算是我这个做舅舅的有所失职，前些年对于你疏于照顾，你也不至于如此记恨于我吧？我真是对你忍无可忍了！你还假哭？让你哭，让你哭！殷小人！公主岂是你能动的？施哲月，你就是个疯子！叶小人，你还不给我放开！魏英华，他们这是在扰乱公堂，你到底管不管？你到底管不管？肃静！宁国公，你说那些骷髅是他们陷害于你，
给我解释清楚，那个密室怎么回事？还能是怎么回事？当然是我用来制作大阵、放尸体用的。哦，刚刚还被我栽赃你，现在终于说实话了吧？你对我做了什么？我问你，燕王战败，跟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我需要5万永安军的尸体来制作大阵，能让大阵发挥最大的功效，需要有一个大功德之人作为献祭。燕王，他守疆卫国，是一个有大功德之人，所以燕王还有5万永安军都必须得死。韦大人，您都已经听到了，这宁国公已经承认，这燕王战败就是他的阴谋。宁国公，究竟是谁给你布下的邪阵？又是怎样谋害燕王和永安军的？速速招来！走。跪下！本座依法为宁国公布阵的人在。贫道就是为宁国公府布阵之人。20年前，宁国公犯了事儿，得罪了先帝，他把前途尽毁，就求助于贫道。当时贫道便以5000具尸体为据，在宁国公府布下吸取气运的大阵。在大阵的作用下，先帝对他的恶感消失，他便趁机将云太妃嫁进宫中，云太妃就此变成了皇后。在大阵的作用下，这20年来，宁国公府顺风顺水，从一个5品的官员升为1等国公，手握重权。尝到大阵的甜头之后，在得知大阵只能护佑宁国公府20年，便让贫道再次布下大阵，以维持宁国公府气运。只是这大阵说到底有伤天和，若是再次布阵，这需要10倍的人数为计，还需要有大功德的人为献祭。当他得知若是能以皇族之人的命为引，便能窃取龙气，成为皇帝，宁国公便想一劳永逸。他让云太妃把哲月公主骗了回来，让云太妃逼迫哲月公主为3公主替嫁回燕王府。他想把哲月公主和燕王府所有人都杀了，就是为了能完成他的大阵。只要杀了哲月公主和燕王府的所有人，便能窃取龙气。怎样之人？我往日待你不薄，今天却敢如此的陷害于我。如果当初不是你来主动找上我，这些事情我怎么可能会做出来？不要相信他所说的话，他在胡说八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对我好，这是你想用到我。如今得知大阵被毁，你的阴谋被识破，你就想杀了我。我最痛恨过河拆桥之人，就算我今天要死，我也要拉着你一起死。人杀！这些人是宁国公的人。宁国公如此不仁不义，过河拆桥，就休怪我翻脸无情。来人，把朕拖下去，打入死牢，待查清他这些年所犯罪行后，凌迟处死。一切都晚了。皇上，这一切都是我爹做的，和我没有关系。
就罚他吧。你放心吧，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跟你记着呢。这等到了牢里之后，你们父子俩可以继续父慈子孝。是今日。这些年，朕对你不薄，可你呢，却图谋朕的江山。皇上息怒。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让你受委屈了。王叔，燕王是我朝的功臣，他为了保护我朝，流干了血，您可一定要昭告天下，还燕王还有5万永安军将士们一个公道。放心，朕回宫以后，就让人写下圣旨，问罪宁国公府，还燕王和永安军将士一个公道。你护住了燕王府，护住了我朝江山，说吧，你想让朕赐你什么？小心！来人，护驾！小儿，你怎么样？你中了我的催心杖，怎么可能会好？不出3日，你必死无疑。你可以伤我，但是你不能伤他。本座就说嘛，你这个狗东西怎么会这么配合？原来你是另有所图，信不信本座剁了你？你们这对狗男女，杀了我的徒弟，我今日就是来报仇的。可惜只能杀了一个，不过没关系。石哲玉活不过18岁，活不了多久了。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斩了！你们都被这对狗男女骗了！我亲眼看见他们顶着叔嫂的名分行苟且之事，是男盗女娼。我亲眼看见他们顶着叔嫂的名分行苟且之事，拖走！燕小人为了救我受了重伤，想必我也快死了。这样的污名我不能让他背，我把这事认下。我和燕萧然，什么叔嫂，什么男盗女娼，简直是一派胡言。当初公主是被逼嫁到燕王府，新婚当夜，老身替世子写下放弃书。自那日起，公主就与燕王府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公主仁厚，看燕王府受难，才挺身救护。他们一个未娶，一个未嫁，是真正的两情相悦，又不违背祖宗的礼法，怎么就男盗女娼了？祖母，我十分喜爱公主，若不是萧儿守孝，我早为萧儿求娶公主。呸！什么苟且之事，纯属放你的狗屁！本座是公主的师傅，我也知晓此事。他之所以跟燕萧然走得那么近，是因为燕萧然可以给他续命。老身也有知晓，是萧儿守孝，按理不能成亲，但公主与我燕王府有大恩，如今他们已有肌肤之亲，于情于理，萧儿都当娶公主为妻。如今老身在此，愿将燕王府的战功为萧儿求娶折月公主，求皇上成全。就算你们为了遮住这桩丑事编了这个理由，但是燕萧然中了我的催心杖，命不久矣，怕是也娶不了石哲月了。乖徒儿，为是为你报仇了。燕王无怨，朕心中有愧。这桩婚事，朕本应成全，只是我应该还死不了。
今天早上，公主为我算了一卦，说我今日有一劫，让我穿上这金丝锁甲和护心玉佩，便能化解。我听了。你没事便好。没事。你有病啊！就为他这一句话，把金丝锁甲穿上，再玉佩护心。皇上，燕萧然既然死不了，还能为公主续命，请您给他们赐婚吧。等他守孝之后再来成亲。既然如此，那朕自当成全了。这门亲事，朕赐了。谢皇上。祖母，你不用解释，我都知道了。萧儿看你的眼神极其温柔，他呀早已为你动了心。记得你当初跟我说，活下来的机会在燕王府，说的便是萧儿吧？是。即便如此，那是甚好。可是祖母，三弟虽然现在暂时能够为我续命，可是我依旧没有办法破除活不到18岁的命格，而且我现在的身体也不适合生儿育女。若没有公主，便没有现在的燕王府。我燕王府的人从不忘恩负义。既然萧儿能为你续命，他也能为你消除天折的命格。萧然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还有岁岁，岁岁可以招婿入门，他的孩子可以继承和延续燕王府的香火。祖母说的是。那好，你们慢慢聊，我还有事要处理，我先走了。方才你也听见了，祖母已经发话。虽然我现在是燕王府唯一的男丁，但延续香火之事，岁岁也可以承担，你就别多想。皇叔已经赐婚了，这件事情已然成了定局，我就算再多想也能有什么用。不过我现在只想知道，今日紫阳真人那一掌打过来的时候，你为什么替我挡下那一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想挡就挡了呗。若真要说出原因，那大约是我爱死你了。你真傻。他能为我去死，那我还有什么好畏惧的？我真的想活下来，多看看这世间的风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燕王三子燕萧然聪慧机敏，武功卓绝，品行纯良，稳重有担当，为新一任燕王亲子。谢主隆恩。恭喜燕王，陛下让老奴给燕王带句话。公公请讲。皇上请燕王善待公主，皇上希望3年后能喝到你们的喜酒。请皇上放心，我必尽力为公主破除早夭命格，届时请皇上来喝喜酒。老奴告退。燕王府平反，萧儿袭爵，这燕王府即将步入正轨，这一切都是公主的功劳。祖母言重了，这都是一家人齐心协力的结果。今日大家都在这里，我有件事情想要跟大家说。什么事？今日一早，我三师傅便传来消息，说这苍梧道有能够破除我早夭命格的机会，我得立刻启程赶去苍梧道，在这儿
向祖母还有母亲请辞。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了，你这刚刚袭爵，府里府外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处理呢，我自己去就行。这些事都没有你重要，你身体本来就不好，绝不能让你一个人前去。再者，我方才答应皇上要照顾好你，帮你破除早夭的命格。你是想让我抗旨吗？公主，你就让萧儿陪你去吧，这燕王府有我在呢，不会出什么岔子的。是啊，让萧儿陪着你吧。就算今日公主不让三哥跟着，迟些三哥也一定会偷偷跟着，倒不如一早就让他陪着你。好吧。我从小那9个师傅就为了替我破解早夭的命格，想尽了法子，可是效果也没有那么显著。这次就算我们到了苍梧道，说不定也还是会扑空的。没关系，这一次不能破解，那就再找下一次。相信我，我们总能找到破解的办法。可我若是到了18岁，还是没有办法破解呢？那至少我们一起看过大漠，看过云海，看过丛林，看过江河，最后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孙有汉，就会。任苍天不曾有片刻恋爱，人世百年天涯两端。我一定会活得久久的，和他白头到老。我一定会想办法